欢迎收看频道 DH 娱乐新闻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小八卦 ，AB 杨紫、马丽、黄婷婷。1 ，AB 已有新欢，并没有，他和黄晓明现在才刚刚官宣，此前也是一直忙于事业，空闲时间都用来照顾孩子了，没时间谈恋爱的。孩子两个人商量好了是一起照顾。这段时间关系缓和也是因为要谈很多合约事宜，他和黄晓明两个人身上已经没有合体商务了，就连官宣的时候求生欲满满，还专门买了个热搜说两个人已无商业关联。至于3不原则，这某二位结婚时候也是做了财产证明的，所以前2条很明确，最后1条，两人关系最不好的时候，女方直接在公共场合和男方大吵一架，后面是买断了媒体才没给放出来。不过现在两个人就是所谓的分手之后做朋友，为了孩子，为了利益，见面肯定还是笑脸相对的，所以祝好就好。2，这个杀手不太冷静涉嫌抄袭。马丽新电影《这个杀手不太冷静》，光看海报是不是和这个杀手不太冷有微妙的神似？不光是这个名字，就连情节，一个群众演员突然能扮演男1号杀手卡尔，然后莫名其妙成了真的杀手，这里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？如果是，感觉就对了，有点像哪部喜剧电影和华子某部电影的结合体，都是些老梗了。这次又是开心麻花的电影，开心麻花大家都知道，近2年来的战绩并不佳，一部喜剧电影，但是现在的梗基本做不到让观众哄堂大笑的地步，缺点之前圈圈也说过了。马丽这几年作品一步一步上，但是口碑都一般，这无疑是在消耗她的人气，也更加容易把她跟沈腾区分开来，这里不是指好的方面。马丽说自己是好演员，那之后就得好好选剧本了。3，杨紫新恋情。杨紫在家有儿女里头的小雪国民度绝对是数1数2的，圈圈也是很早就知道了她的存在。其实她并不是一直都在娱乐圈，演完家有儿女之后，她也是正常上学。不过在她读书期间，也是一直被媒体关注着，胖了长痘了也会被媒体报道，甚至于受过很长一段时间的网暴，还去看过心理医生啊啥的。宋丹丹当时给了她很大的安慰，也是她让杨紫坚定了继续进圈的决心。不过她现在的心态还是比较好的，一个是事业有了很大的进步，摆脱了小雪这个角色的光环。如果一个演员长时间被一个角色光环笼罩，那这对一个演员塑造其他人物来说是场灾难。还有一个就是某人的感情有了新动向，男方也是圈内人，不过暂时不会公开。杨紫事业现在还是上升期，她演的多位偶像剧，不好出现恋情绯闻。4，韩娱热搜为啥这么多？有小表被问圈圈，为啥现在韩娱热搜占了内娱半边天？大环境就是限 H 令松动，这点大家都知道。有市场就有江湖，中国10多亿人口，如此庞大的市场，能不叫泡菜们眼馋吗？而且最现实的一点，泡菜国现在市场饱满，艺人拿的薪酬又不高，而内地明星特别吃香，还有高片酬。现在韩国艺人大多都签了内地的营销约，目的就是为了打开市场，分一杯羹。就拿前面翻车的宋智雅来说，参加的是外国综艺，内娱热搜买个不停。圈圈说句实话，在单身级地狱之前，圈圈都不知道有这么个人，活生生看着他营销装 X， 翻车落泪装可怜，手写信博同情，现在又整个专访，还真是热点被他玩明白了。尽管这妞口碑坏了，但是人家热度明显上来了，等之后一洗白再回来，不又是新国际巨星？5，黄婷婷背后有人。斯巴想必大家都知道，公司能力一般，光靠资源是留不住艺人的，于是就从合约下手，艺人不到期，基本走步了。斯巴旗下最出名的艺人就是鞠婧祎，不过斯巴捧人有个尿性，就是资源基本往一个人身上堆，所以鞠婧祎跟公司吵架是吵架，内涵是内涵，但和公司协商之后还是留下来了，基本也跑不掉。一个公司这么多人，落死的落死，焊死的焊死，黄婷婷这边就是受不了不平等的待遇，于是提出解约，因为打官司被公司雪藏。现在她还不算是解约成功，不过也是在积极寻找下家中，不用担心，她背后是有人帮忙的，不然一个人怎么跟整个公司的法律组对抗呢？不过被拖了2年之后，她的人气大不如前，某公司的手段还真的挺恶心人的。我们的新闻部分文此结束。
欢迎把你们的想法留在评论区，大家一起讨论一下。欢迎，也别忘了帮我点个赞加关注谢谢大家。